书画协会的效率很高，散会之后，就将常务副会长肖长坤辞职获批的消息放到了自己的官网上，同时微信公众号也同步发布了这条通知。通知的措辞很简单，并没有提及肖长坤的所作所为，只是提到常务副会长肖长坤因个人原因向协会提起辞职。协会经过全员大会决定，同意肖长坤的辞职请求。虽然一切都很简单，但就是这样寥寥几字，彻底将肖长坤赶出了书画协会。与书画圈比较密切的，便是市里其他的文艺协会、古董文玩圈子，以及老年大学。书画协会的公众号粉丝一共不过1000多人，其中有不少都是老年大学的人。几乎每一位老年大学的学员、讲师、客座教授，都关注了书画协会的公众号。究其原因，还是肖长坤当初在老年大学上课的时候，总是没事就拿出二维码让大家关注，大家抹不开面子，自然也就顺手扫了。现在可好，关于肖长坤的离职消息一出，老年大学第一时间就都知道了。韩美晴最近请了假，正在与贺远江积极筹备婚礼细节。此时韩美晴刚好试完婚纱，换回了自己的衣服，手机忽然收到这么一条推送，让她一下子大跌眼镜。她是了解肖长坤的，肖长坤一直把书画协会那个常务副会长的职位看得很重，不太可能自己辞职。可书画学会发表的声明里说了是肖长坤个人主动辞职，这就让韩美晴有些疑惑。她对贺远江道：书画协会发声明说长坤辞职了。辞职？贺远江惊讶地说道：难不成是因为前2天古玩街疯传的那个事儿？韩美晴不置可否道：或许吧，我也说不好。不过那件事好像也没继续发酵，他似乎也没有辞职的必要。贺远江道：那可能就是自己脸上挂不住吧。韩美晴道：这可不是他的风格，我问问他。与贺远江在一起的时候，韩美晴把自己和肖长坤的过往差不多都给他说过，曾经还对他旧情未了的事情也没有丝毫避讳。不过韩美晴也明确表示过，答应与贺远江在一起的时候，他对肖长坤就已经没了那方面的感觉。贺远江本就在西方生活多年，虽说不至于过分开放，但起码能做到不纠结过往，再加上对他十分信任，所以对肖长坤也并无醋意。于是他便点头说道：问一下也好，说不定这里面是有什么隐情。老肖要是心情不好，咱们俩也看看能不能帮上他什么。韩美晴嗯了一声，在微信上给肖长坤发了一条消息，内容是：长坤，你怎么忽然从书画协会离职了？微信发出许久没有回复，韩美晴不知肖长坤在忙什么，但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于是便没再追问，只等他回复消息。等肖长坤在经济舱蜷缩了8个半小时，飞机才终于在迪拜机场降落。这连续的往返让肖长坤倍感折磨，还没真正了解迪拜、游玩迪拜，就已经对迪拜心生反感，只想着这次之后，这辈子也不上迪拜来了。飞行的这一路，肖长坤心里一直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损失的钱他已经不奢望能要回来了，他唯一的期望就是裴会长能顺利给自己保一个副会长的位子。好在裴会长已经跟他拍着胸脯保证，至少也有他一个主任，所以他虽然总是胡思乱想，但唯独没想过自己会被书画协会扫地出门。飞机刚落地，他便迫不及待地关闭了手机的飞行模式，等着联网之后问问裴会长今天开会的进度和具体情况。待联网之后，微信一口气收到不少消息，有公众号的推送，也有不少熟人的询问。不少人知道他离职书画协会，都给他发信息询问具体情况，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韩美晴。当肖长坤在一众未读消息里看到韩美晴的头像时，他精神忽然为之一振。虽说前几天的事情让他已经不再对韩美晴抱有幻想，但看到人家给自己发微信，他心里还是控制不住的有些激动与兴奋。而且马兰现在也不在身边，更是让他有了一种类似偷情的刺激感。于是他赶紧先点开韩美晴的消息，发现韩美晴询问自己为什么辞职。
他也没多想，以为韩美琴知道自己发邮件主动请辞的事情，便随手回复道，也不算是离职吧，就是发了一个请辞邮件，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客气客气。话说美琴，你消息怎么这么灵通？我们书画协会内部邮件的往来情况你也知道啊。韩美琴回复道，不是你们内部邮件，是你们协会的公众号已经发出声明了，你不会不知道吧？肖长坤看到这条消息，先是有些摸不着头脑，随即回过神来，赶紧去公众号消息里面寻找书画协会。在翻过了几十条垃圾推送之后，他一眼就看到了书画协会发布的那一条，标题是关于书画协会常务副会长一职的任免说明。肖长坤心想，看这意思，应该是把我从常务副会长的职位上撸下来了，不过也无所谓，反正也没指望能保得住。说着，他便点开了这条推送。等推送正文打开的那一刻，肖长坤盯着手机的眼珠子瞬时间瞪得如铜铃一般，恨不得要从眼眶中蹦出来。他目眦欲裂，咬牙切齿地骂道，姓裴的，这是把我给耍了。忽然的一声怒骂，让身边的旅客纷纷侧目看了过来。肖长坤此时可没有精力顾及别人看自己的眼光，他直接就给裴会长打去了电话。裴会长此时已经回了家里，跟老婆两人在客厅沙发上守着手机，就等肖长坤打电话来兴师问罪。裴会长心里很清楚，这件事情自己肯定也得给肖长坤一个说法。如果自己就此避而不见，问而不答，那就等于坐实了自己摆他一道的事实。为了不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他还是决定要跟肖长坤解释清楚。当然了，他所谓的解释，无非就是老婆给他指点的那一套借刀杀人的逻辑。于是他接通肖长坤的电话，开口便十分惭愧地说道，哎呀，长坤啊，老哥对不住你啊。肖长坤气急败坏的直接发难，姓裴的，你他妈是不是玩我呢？你说让我发个请辞邮件走的过程，结果你他妈直接就着我那封邮件就把我给开了是吗？合着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实际是给我下了个套，对不对？你他妈也太孙子了吧，枉我对你那么好，把你当成知心老大哥，我他妈真是瞎了眼了我。裴会长赶紧说道，哎呀，长坤，你听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是很想保住你的，而且我今天一早就把那几个副会长都叫到我办公室里讨论这件事情了。可是他们非说你做的这件事情对协会声誉影响太大，还说底下的人对你也都有很大的意见，逼着我必须要搞一个协会里的全员投票。结果投票的时候，除了我之外，其他的人全部都投了让你走人。当时所有人都盯着结果等我表态，我也没有任何办法啊。说着他又道，对了，你回头看看邮件，人事主管那边应该已经把所有的会议纪要都一并发给你了。裴会长把锅甩给大家，可肖长坤却不领情，他气急败坏地骂道，姓裴的，你不用跟我扯这么多有的没的，我只知道你昨天答应我的，至少会给我留一个主任的位置。可现在呢？现在别说主任的位置了，你他妈跟我都没打招呼，直接就把我给开了。说罢，肖长坤声音颤抖，甚至带上几分哭腔的吼道，姓裴的，你不是不知道我为了进书画协会付出多少心血，自打我还混古玩街的时候，我就一心想加入书画协会。我加入协会之后，对你这个会长也没得说吧，你几次想去天香府见见世面，都是我带你去的钻石包厢，也是我介绍洪五爷给你认识的，他因为跟我关系极好，所以对你也非常客气。你现在这么对我，以后你怎么面对他？裴会长表情一阵腻味，心想，都他妈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洪五爷出来跟我装逼？洪五爷但凡在电话里头表示出一丁点想保你的意思，我肯定也就竭尽全力了，好吧？不过裴会长可不敢甩锅给洪五爷，于是便只能冷冰冰地说道，长坤，我刚才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这件事情不是我的决定，是整个书画协会除了我之外其他所有人的决定，他们都想让你走，我能怎么办？你有这个功夫在这里质问我，为什么不问问你自己？
在协会里的人缘怎么这么差？你要是在协会里人缘好的话，怎么可能墙倒众人推？你要搞明白，除了我之外，一个想让你留下的都没有。你听清楚，是一个都没有。萧长坤不管这些，他咬牙切齿地说道：你不要跟我聊这些没用的，我只知道你答应我了，要给我保一个副会长的位子，最次也是主任，但你没做到，你没做到就是言而无信。裴会长冷声道：那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了，随便你吧，你骂我也好，恨我也罢，我都没话说。但是我只提醒你一点啊，萧长坤，你之所以落得今天这个下场，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的。你要是不干那个龌龊事，你不仅不会被协会除名，而且有极大的概率能够接替我成为会长。所以我劝你在迪拜的这段时间好好反思一下，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而不是把所有的过错都怪在别人身上。说罢，他不等萧长坤说话，继续道：对了，你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联系一下小吴，他平时跟你走动比较近，所以你就让他替你把离职手续办了就好了。学会利用你什么私人物品，也让他帮你收拾一下。你最好还是不要再来了，不然大家不知道得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你。那咱们俩的交情上，我也只能为你做到这一步了。你心里领情也好，恨我也好，我可以说已经做到问心无愧了。所以就这样吧，你以后好自为之吧。再见。听着电话里的忙音，萧长坤捶胸顿足，万没想到，原以为这件事情终于要过去了，结果在最后给自己憋了一个大招。现在自己被书画协会踢出门，以后岂不是又成无业游民了？